我的粉红小天地，我的可爱挂式亮色地毯，郑元鹤，你个审美残疾，把我精心布置的解压室弄成这个鬼样子！你可喜欢这里？喜欢。那以后这里便送你。韩府人多势杂，这里无人打扰，你可在这里安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。来了，这阴货把望世楼送我，明摆着是试探我。万万不可，这礼物太贵重了，我一个妇道人家承受不起。若是夫君知道的话，定要误会的，我不能接受。好，那明日可否有空，过来指点姑作呢？再说吧，家里琐事众多，我还得伺候夫君饮食起居呢，忙完了再说。好。不管他在玩什么把戏，以后要减少接触，太危险了。这个月的 KPI 怎么样啊？收多少就先给我多少，再不发钱，九州他们真得埋了我。颗粒无收。皇兄他不仅封了您让我开的饭团摊子，他最近还到处打压我的皇商生意，有好几条商路都被他用各种理由掐断了，就连您之前参投的生意，利润也都少了一大半。这个死太子是属牛皮糖的，沾上就甩不掉。唉，楼主，我若倒台了，您在上京可就又少了一个能为您遮风挡雨的合作伙伴了。你可别给我耍小心机啊！我不参与你和你哥的夺嫡大战。天地良心，我就真的只是想赚钱。楼主，如今皇兄势大，看来我们得另辟蹊径，才能安稳的赚钱。这硬碰硬肯定不行，怎么才能让他既看不惯我，又不敢干掉我呢？当爱豆，等老娘成了全民偶像，粉丝千万，那会儿要再想动我，也得掂量掂量舆论反噬。爱豆适合我，我们办报，报又适合我。这报呢，就是一张印满了文章、诗作、趣闻的纸，我们定期发行，让所有人都能买到、看到。薄薄的一张纸，既能赚钱，还能对抗皇兄。这就是舆论的力量。到时候本楼主就会在报上发表诗作，只要这诗火了，那我就是名动天下的文人，有了声名和民意。这死太子若是再敢动我们，他就得掂量掂量。一旦成型，便能操控天下民意。能想出如此手段，你到底是谁？顺便还能当网红赚点钱。看看，这是什么？一张纸。No， 这是报纸。我们能不能重新发家，就靠它了。楼主，一张纸而已，有这么厉害吗？那你是不知道宣传的厉害。看看，头版放诗词，2版放民生八卦，3版小说连载。您这4版留着空白，写着代售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广告位。以后要是有人呢想介绍自己的货，就可以在这里刊登广告。就比如说张记绸缎庄新品到货，李记酒楼新菜9折，这样我们就按行按字的收他们的钱。
咱们办报既然是为了打广告，那其他这些都改成广告位挣钱多好啊！你个傻丫头，要想把报纸变成最强的宣传工具，就要把所有人变成我们的粉丝。等到达官贵人、贩夫走卒，他们日日关注我们报纸的时候，那就会有人花高价来买我们的广告位。跟你说了，你也不懂。正好让兄弟们也别闲着，每天就走街串巷的卖报纸，一边赚钱一边打听情报，一举多得。你让我们当跑腿小厮？闲着也是闲着嘛。话说，本楼主最近生意损失惨重，手头有点紧，能不能别动不动就要钱啊？我们8000多兄弟吃喝拉撒，饭团卖不成，还要继续收买情报，这钱自然是要。那我当初让你找人保护我们望氏楼的产业，谁让你找了那么多人？说这些没用，拿钱办事，先拿钱，再办事。你说的。九竹，你的眼光不要这么狭窄。等到大家都接受了我们的望氏报，它就会是一个巨大的引流平台。到时候我们看什么，什么就是风向；卖什么，什么就有人买，就是一个巨大的商业价值。你就是大公司的物流总管。你这人掉钱眼里了。一点商业格局都没带。楼主，进来。按照楼主吩咐，我们一直盯着李慕言。最近得知他要加害于潘家婆婆。你说什么？他找过来，让我用推车故意去撞潘家婆婆，然后他再救人。这个坏女人，她就是知道婆婆对我好，所以想自导自演。哎呀，气得我肝疼。那属下该怎么办？你就先按她说的做，到时候我让她见识一下我们报纸的威力。糖葫芦，看看糖葫芦。青青许久没吃糖人了，看到这个肯定欢喜。有糖人有糖葫芦。这死老太婆，就记得那贱人的喜好。小马，看见了没？啊，看清了。给我狠狠地撞他，最好躺床上一辈子。还是小姐您敞亮，我们道上就佩服您这样的。不了，那就这个吧。哎，好嘞，给你钱，你拿好了。老太太，我这个车要撞到你了，让，你快救救他！让！大美人，婆婆，你没事？婆婆，没事吧？没事，幸亏有青青在。你怎么推车的？差点撞到我婆婆。都不看人啊！你不是西市荣华商铺的车夫吗？为什么来东市运货？李掌柜，说。难不成是干班仓鼠的勾当，偷东西私自售卖？不，是他给我银子，让我撞了老太太的。这等事儿，雇人撞人。你这阿脏胡扯什么？信不信我报官抓你啊？你站住！要不是怕老王被大理寺查出问题，我今天就让李慕言滚出潘府。雇人害自己的婆婆，你还真不是个东西！你打我！这一巴掌是替潘家打的，你这般行事，让别人如何议论我们潘家？这谁啊？这不是潘将军那个姘头吗？心肠歹毒，一脸狐媚样，天生的坏人。就是，抢了李掌柜的夫君，还在这作妖，这种人早点赶出潘府。你们胡说什么？这真是蛇精！我根本就不认识那个人，都是李倩倩，都是他演戏，是他。
狡辩，早点赶去潘府，赶出去，赶出去！岂知今日分报纸新鲜出炉，潘府小三雇凶撞人，遭现场抓包。这说什么呢？报纸上说什么大狐狸精，有意思啊！哪一本？妖孽又惹事了，这么精彩！这几十年的名声，让一个小妾给毁了。哎呦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半路入门的媳妇儿就是恶毒。楼主行事，头绪良多，全城人狂猜失主人身份，要不要来一份啊？来一份，来，给我一个。来，好。快看看楼主的诗，哎，快给我讲讲，不识字。海客谈瀛洲，烟涛微茫信难求，越人语天母。没想到楼主精通商道，就连诗词上也是文采斐然。咱这《望时报》才发了2期，您这首《将进酒》就已经火遍上京了。君不见，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，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我李哥的诗能不火吗？果然经典永流传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现在朝中有不少文臣，还有向来保持中立的翰林学士，都在向我打听您到底是何方神圣。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，离我成为国民偶像还差得远呢，还得再出几首诗。楼主爱赚钱，搞这报纸扬名，怕不只是为了保命吧？想知道？您就看在元昭为您鞍前马后的份上，就告诉我呗。那就继续卖《望时报》。现在火候还不到，还得再铺垫铺垫，时机成熟了，你自然就知道。哦，楼主，我们东南西北4家报坊全被司察院查抄了，印刷的雕版还有报纸全被没收了。都捣毁了吗？是，属下一到，他们就把这些东西都扔进了火炉，属下抢出了几块。有这物件，1天之内他印几千份文书，易如反掌。若是推广出去，天下寒门皆可窥见圣贤之道，确实厉害。真正厉害的是这个《望时报》，若是再扩大，定会左右民心，动摇社稷。郑元赫，我要弄死他！老二，楼主，发请柬给全京城的文臣雅士才子佳人，就说本楼主要在2皇子府以诗会友。是。我本来想慢慢来，非逼我炸场子。狗东西越是要侮我就越要让楼主之名响彻云霄。婆婆，这都是李青青诬陷我。你养我吃喝，接受我入府，慕言怎么可能会害您啊？你还想嫁祸给青青？那撞人的都已经承认了。您都听到了，那男子是李青青店里的掌柜，定是与他一同演戏，想破坏我与您的关系啊！是啊，娘，您真错怪他了。他出门是正好帮我购置东西，遇到您就是偶然。那李青青一直不在府里，他才有时间去想这些计策吗？胡扯！青青什么秉性，我们比你知道清楚得多。睁开你的眼睛看看吧，自从这个女人进入我们潘府，惹出了多少麻烦。她现在要害你娘，你还这么向着她？误会了，爹娘，你们真的误会她了。误会什么？看看报纸，现在外面的人怎么议论咱们家的？那李青青有钱，她出钱让报纸诬陷我，才证明那人是她雇的呀。那望氏楼主是什么身份？怎么可能被青青收买？
专门登咱们家这点小事儿。你这毒妇，连撒谎都不会。我冤枉了。爹娘，慕言就是没错。走。哎呦，你就听他的吧，总有一天我们潘家会被这个女人给毁了呀！哎呀，老爷。上次拜读了楼主的将进酒，简直是惊为天人呐！正是，我们今日要是能目睹楼主亲自吟诗就好了。没想到我一介白身，还能到二殿下的府邸吟诗喝茶，简直是光宗耀祖了。是啊，想来见见楼主啊！别吵，殿下和楼主来了。好，殿下来了。跟着楼主走，名利全都有。跟着楼主走，名利全都有。楼主，女中榜样，我们小喽啰都是您的拥趸。楼主，女中榜样，我们小喽啰都是您的拥趸。楼主之才是天下读书人之标榜，我等男子也有口号。楼主，才情击鼓，文心耀龙，惠泽九州。虽然有预料，不过这也太夸张了吧？今日诗词会，诸位可自行交流。等楼主得闲，可对诸位之作指点一番。好，今日没白来呀！太子殿下到。这阴货烧了我豹房，搞得我现在做个报纸都得躲躲藏藏的。今天来又想干什么？见过太子殿下。皇兄，今日来我府里，可是有事？你们不是在这儿办诗词会吗？姑也想来看一看。二弟这事不欢迎姑。太子殿下可是大雍第一才子，二殿下可是怕太子抢了您的风头。皇兄，哪儿的话？皇兄能为我诗词会站台，我跟楼主感激不尽。将进酒之诗，某与同僚已赏析许久，敢问楼主今日可有兴趣再出新作？作诗必须有意境与心性，怎么随意吟作？而且楼主之才天下无双，想得他的诗作怕是难了。我看未必。殿下这是何意啊？楼主自将进酒之后，并无任何新作。再不出佳作，怕是天下才子会认为楼主才思枯竭，甚至先前所作之诗，亦有剽窃他人之嫌。果然是来找事儿的。楼主的诗虽名扬天下，可从未有人亲眼见过他作诗。我们楼主就是天下无双，小喽啰们都支持你。都支持你。口说无凭，这报纸是你望诗楼所办，选出来的诗也是望诗楼的，何谈公正之言呢？那你想如何？比诗，若你望诗楼能胜过这天下才子，我等自然服气；若是你输了，就说明你望诗楼暗箱操作，毁我大雍文脉，当永久封禁，不得刊印。既然太子殿下带人来踢馆，那我自然没有拒绝之理。不如，请太子先赐教。这楼主果然机敏，想把姑拉下水。可惜啊。若是不敢，也可请救兵来啊。哼，太子殿下可是祭酒大人首徒，由殿下亲自出手，大雍才子无一不服。确实啊，殿下1岁识字，3岁诵诗，实乃100年一见之天才。今日殿下和楼主斗诗，简直是太刺激了。二位仙人斗法，我们都太有福了。是啊，可以大饱眼福了。太好了。
这么厉害啊！请。孤见今日之冬景曼妙，便以此为题赋诗一首，还请诸位辅正。我等洗耳恭听，快记下来。殿下。残雪凄美也，寒风掠鬓丝。这是凭栏凝远袖，孤月照归期。好诗啊！这首五言绝句以残雪美矣，孤月寒夜为景，练字精妙，且情景交融，将怀思之情藏于清寂之间，含蓄又深沉，妙，绝妙啊！那是自然，殿下文采举世无双。太子的五言绝句果然有意境啊！抛砖引玉罢了。楼主，请吧。这辞藻华丽，却无神韵，写的却如砖头一般。楼主威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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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以示公平，既然殿下的诗是以观景所得，那想必楼主的诗也应以此角度出发。你的意思是，怕我作弊？那行，那我也写一首冬日之景的诗。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妙啊，好文采啊！不愧是楼主，这楼主太厉害了。好啊，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好啊，这首诗以千山万径、孤舟蓑笠翁的极简意象，将冬日寒江之清寂与隐者的孤高写得空灵苍茫，堪称千古绝唱啊！楼主，楼主，楼主！天哪，这哪是写诗啊！以后谁还再敢写江雪，那就是班门弄斧。楼主之才，震古烁今，我看谁还敢不服？就是。于极致空寂中，写尽孤高坚守与天地间的清劲风骨。他竟如此文采，实乃大题。这诗真是你做的吗？说不起啊。既然你们不服气，那我就再做2首。听见没有？我们楼主还有新作。吹什么吹？你若再做，要跟刚才那首一样好才行。可以。风急天高猿啸哀，渚清沙白鸟飞回。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。
万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独登台。艰难苦恨繁霜鬓，潦倒新停浊酒杯。天哪，妙了！枯藤老树昏鸦，小桥流水人家。古道西风瘦马，夕阳西下，断肠人在天涯。好凄凉啊！好词，不愧是楼主，泪干肠断。望视楼主名利双收，为何能写出如此凄凉之词？为何身似妙龄，又神若老妪？望视楼到底有几个楼主？楼主，您就是我生命里的闪电，醒醒我蒙昧的心。楼主，你是我生命的光，照亮我前进之路。楼主，我是电，我是光，我是唯一的神话。这就是当明星的感觉吗？我感觉我飘了。今日之后，望视楼众望所归，怕是不能对他强行动手。很好，姑好久没碰到如此有意思的敌人。你看，楼主又出新事了，我也要把这些事好好的回家同仇膜拜。哎，你钻走。哎，你给我看看，我今日又没买到。你看楼主都说这个好吃楼主昨日品评了东街李记的桂花糕，赞叹清甜不腻，犹如仙糕。你快看这版，说楼主今日穿的是云衣阁的素雪绢，配墨兰斋的青玉簪。哎呦，真雅致啊！是啊，哎，楼主喜欢的那一定是好东西，咱们快去买，去晚就没有了。走走，走走走。给我看看，给我一个，给我也看看。快！楼主，真是点石成金啊！仅凭您在报纸上的一句点评，就使得我们皇商铺子门庭若市，收入暴涨。就这点小钱，老二，你这眼光可得放长远一点。终于见到回头钱了。你知道我们报纸其实最大头的收入是哪里吗？还请楼主赐教。广告费。聪明人已经知道，我们望视报可以让他们的商品名扬天下，但具体登什么，则掌握在我们手里。这商人就会花钱来求我们给他们登，到时候我们坐着就把钱给赚了。如此一来，天下商贾的咽喉就都握在我们手中。去吧，广发请帖，就说本楼主邀请皇商坐坐。元昭明白。快点快点！是有些可爱。太不容易了，好不容易才回了点血。这下九竹他们的月钱有着落了啊！不行，就这么点钱，就算给他们发，那也是杯水车薪，而且我们还得当本金投到报纸里呢。等皇商会之后，
我们那个广告平台的生意做起来，赚了大钱，再给他们发大的，这个叫延迟满足，资本滚动。啊，那9竹问起来，瞒着，必须得瞒着。好，你赶紧把这些东西找地方藏起来。好，就说是二皇子没给咱们结。哎，听说二皇子送钱了？没有啊，谁说的？谣言。他就是送了些账本来，让我对账，对吧，财源？是吧？你骗我！我闻到银子的味道了。属狗的吗你？屁股下面是什么？什么？我是楼主，你放肆！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你雇我的时候我说过，你和我的结局只有4种。不是3种吗？第4种，有钱不发，死。哎，钱都给你，都给你。机智如我，大头在这儿呢。千错万错都是那个郑元鹤的错，要不是他，我也不会过得这么惨。属下无能，这豹坊似街巷老鼠般处置不尽，请殿下责罚。一份报纸，几首诗，就能敛财于无形，操控市井风尚，还能将自己捧成了万人敬仰的大儒，让姑投鼠忌器。这下父皇又要夸老二能干了。不仅如此，属下刚得到密报，说二皇子正在秘密联系各大商户，此时有意要在二皇子府召开天下皇商大会。真正要召开皇商会的是他背后的人，老二那个蠢货，也只是他的掌中傀儡。殿下的意思是，望视楼主。他想将天下财权揽入怀中，颠覆我大庸根基，姑绝不允许。他不是享受着人前风光吗？那姑便让他永远都享受不到。这右眼皮总是跳，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儿。死阴货，敢这么明目张胆来抓我！
主，誓死保卫楼主。有点感动是怎么回事？对你的情谊都在这里了，一个不留。上！小头小心啊！你既是为金钱效力于他，估出50万两，不是所有人都能收买我。我看他顺眼，看你不顺。楼主，怎么回事？我收到信都要急死了。江硕，快去叫福音。你还怎么了？差点被你的好大哥砍死在路上。人到齐了吗？都在里面恭候您。您这伤死不了，随便包扎一下就行。走，我们割韭菜去。好。哎呀，楼主怎么还没到啊？我已经等不及要见楼主了。楼主到！哎，来了！来了！参见楼主，参见二皇子殿下。废话不多说，我望世豹，翻手能让你们的货品名扬天下，人人渴求；覆手，也能让它臭名昭著，人人唾弃。你们要不要合作？这楼主的意思？楼主之意是借报纸之势，帮诸位推荐商品。只需在报纸上购买一方版面，即可将诸位商号的货物信息刊载其上，1日之间便可传遍全上京千家万户，可比你们费尽吆喝要省心多了。更何况，楼主的封赏如今引领全京，各位可不要错过商机呀！对呀，殿下，京城里可是人人都以学楼主为荣啊，这里边可是大有赚头啊！今日大会，凡与我望世楼签订年矿登报合作者，首月登报费用全免。费用全免？这可是百年难遇的良机呀！楼主妙计，我等愿追随楼主与二皇子殿下。我等愿追随楼主与二皇子殿下。这是好生意呀！就是还得是楼主啊！殿下，我们来晚了，皇上大会结束了。老娘不仅来了，还当着你的面把钱赚了，气死你！殿下，他是在挑衅。他是在找死。金元宝，金元宝，金元宝。逼我干嘛？月饷连本带利，一分不差的都发给兄弟了。
每个人还有额外的200两奖金。这是给你的专属心腹大员的头功奖金。这是上个月欠的相应，这个月呢？创业不易嘛，这主要是钱都发完了，等下个月一起补。发完了？你确定你没有私藏？当然没有，我是那种人吗？我对兄弟们的真心，天地可见。总得藏点流动资金抵抗风险吧。走了。哎，你走什么走？伤还没包扎呢。怎么这么不珍惜自己的身体啊？坐。本楼主亲自给你上药，皇家金疮药，老二赞助的。兄弟们都有吗？有的有的，彩源已经送过去了。哟，练得不错啊，比我的饭团还有料。今天多谢你和兄弟们救我，你放心，以后只要有我李青青一口，就绝对不会亏待你们。等我们以后赚了大钱，就给你们每个人都娶个漂亮媳妇。哎，你怎么？哎，你这……我只要钱。下个月如果你不按时发，我的枪。我就想攒点私房钱，容易吗？我这小目标，什么时候能赚够？楼主，太子派人传来口信，说是邀请潘府去参加赏春宴。这狗东西，不会是要验我的伤吧？来捧了。味道怎么样？不会有埋伏吧？哎呀，太子殿下邀请我来的。来，潘郎，尝尝这里的桂花酒，好喝吗？好喝，太子殿下的酒那都……哎呀妈呀，这是擦了几斤香粉啊！今夜天寒凛冽，孤给你备了披风。太子殿下有何吩咐？飘雪落在你的眉间，青丝绕过我的指尖。哇，太子殿下亲自帮他披衣服，真是太羡慕了！是啊。谢过殿下，但臣妇真的不冷。天寒凛冽，潘夫人不必勉强。让我们擦肩，我偏要圆满人间。
这是梨汤，趁热喝。他到底想干嘛？太子为何对李青青如此上心？黄鼠狼给击败你，汤里肯定下了毒。夫君，你说殿下是不是对姐姐好的有点过头了？他算老几啊？殿下是看在我的份上，才会对他优待。李青青，我希望你清楚，你是沾了我的光，太子殿下才会对你如此厚待。等会儿宴席结束，记得跪下好好谢谢殿下的恩典，别让人说我潘阳不会教育妻子。夫君这几日辛苦了，来，这个梨汤给你喝。啊，今天懂规矩，那我就今晚勉强。夫君快喝！毒死你！潘郎，船夫，你要呛死我！放肆！先带青青小姐下去更衣。是。殿下，这里是女眷更衣的地方。殿下，您进来不妥吧？潘阳无能，根本配不上你。这样的夫君，你到底要守到几时？又来试探我。不，夫君待我极好，方才是我自己笨拙，才惹得夫君生气。我们夫妻感情甚好，从无合离之心，也绝不会合离。你若是因为潘家的束缚，孤可以。殿下，我生是潘家的人，死是潘家的鬼，绝无二心。若无事，臣妇先行告退。我相信此事就是你的笑颜，就是最动人的诗篇，宁愿与你不问流年，从此双双上人间，与你相拥不羡艳，艳不羡羡。你的温柔，顾心远，你可知？What？ 1年前，上元节朱雀街一面，顾本以为只是好奇你的来历，那般聪慧，可再次见面，顾发现不仅如此。这是什么战术？可我已嫁为人妻，并且深爱我的夫君。殿下厚爱，臣妇承受不起。从此双双上人间，与你相拥不羡艳，艳不羡羡。潘阳，阳儿怎么突然被派去剿匪了？夫君，我们等你回来。好，李青青，喊我干嘛？本将军即将带兵出征，你身为正妻，不知门口跪送，反而着急出去，一点规矩都不懂。真晦气，出门没看黄历。小姐，怕是黄历上也写不下这么大的晦气。我告诉你，此次太子命我剿匪，是天大的恩宠，
待本将军凯旋归来，加官进爵，指日可待。到时候，我就是伯爵爷了。说完了。你就只配看着我跟慕言恩爱有加，看着潘家在我手上光耀门楣，你就只能做一个被我厌弃的黄脸婆，受一辈子活寡，这就是你的命。我祝你一路顺风，早日凯旋哦。这还差不多。待本将军回来，若是我心情好了，兴许还能赏你个肉骨头啃啃。你别生气了。夫君，你一定要照顾好你自己。小姐，您还祝他顺利，像这种祸害，就死在土匪窝里，别回来。我跟你打赌，他这次回来，别说伯爵了，就连现在的子爵都得倒了霉了。啊？小姐怎么知道？你没发现吗？那个阴货每次约我出去见面，潘阳都会被派出去委以重任，然后他就灰头土脸的回来了。这么一个劲儿的虐潘阳，难道真的喜欢我？要不然这戏也做得太足了吧？果然，潘阳还未到王阳岭，就兵败被俘。土匪说了，3日之内凑不够5万两赎金，就杀了潘郎。如今朝廷嫌潘郎丢人，不愿出钱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那货也就是个窝里横。现在府上哪有那么多现银？我早就跟他说了，这剿匪危险，他非得去撑呢。你别哭了，为今之计，只能将咱们潘家祖宅给抵押出去了。不可，这时候仓促变卖，定然亏钱。姐姐，你不是一直经营有道，颇有积蓄吗？姐姐，潘郎可是你的夫君，你作为正妻，可不能见死不救啊！这个时候想起我是正妻了？都什么时候了，姐姐还说这种话？难道你要眼睁睁看着潘郎去死吗？你掌管李家产业的时候，可没少赚钱，肯定藏了不少私房钱吧？你这 PUA 也遗传啊？你怎么不把你的私房钱拿出来？我哪有什么私房钱啊？妹妹这身打扮就不像没钱的样子，这头上的金簪，手上的玉镯，身上的云锦，哪一个不得值个1800两的？穿金戴银还哭穷。我这都是以前买下的。什么时候买的不要紧，值钱就行。妹妹救夫心切，不如把这些都当了，应应急。彩渊，愣着干嘛？帮李姨娘分忧解劳。你要干什么？救人如救火。别自动你可别躲呀！司令，你的夫君这几天身外之物算什么呀？拿了吧。我的镯子。这个。那还有一个。哎呀，别躲。拿来。好多呀！看着刚才李慕言那个表情，真是大快人心。把这些首饰好好收好，过段时间就送给大美人儿，就当是李慕言对她的孝敬。这真是太子所为？肯定，解气吧？现在觉得这个阴货太子也没那么讨人厌了。你吓死我了！出事了。殿下，属下已经把近几日每一期的《望世宝》都买来了。待到秋来9月8，我花开后百花杀，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好，好
重的杀气，好高的志气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？不愿向权贵折腰。这大庸最大的权贵是谁？王侯宅地接新主。新主，我看他是想做我大庸的新主。皇兄，你这分明就是断章取义。父皇，楼主的诗文豪放不羁，但绝无此意。就算此时无意，将来呢？现在我大庸的百姓，皆在追捧楼主的喜恶与言行，说他真是逆贼。大庸，危矣！父皇，楼主他绝对不。元州，你心思单纯，被望氏楼主利用，朕这次就不予追究。但即日起，皇商事务交由太子接管，你留在宫中好好反省。元和，传朕旨意，望氏楼主妖言惑众，即刻捉拿，死活不论。其名下的所有产业，交由太子处置。儿臣领旨。太子有令，烧毁望氏楼主所有据点，打烧所有财产。放开我！我的银子，我辛苦赚回来的银子还在里面，我的宝贝，你放开，放开，放开，放开我！楼主，你挺住啊！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放屁！真的追到没了！郑元和，你这杀真刀的，玩文字狱，让这捅死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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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捅死你！陛下，楼主。殿下，搜遍二皇子府，也不见望氏楼主的踪影，又被他逃了。不过发现了这封还未被完全烧毁的密信，里面提到了一个神秘的地方，似乎望氏楼还有个秘密宫房。往下查，掘地3尺，也要把他所有的巢穴给我挖出来。是。这帮山匪太不是人了！我关在一个阴暗又潮湿的山洞里，不给饭吃，让我干活，让我刷马厩，让我劈柴。坐下，坐下。你看我的手，都起泡了。我好歹也是个朝廷命官，他们这么对我，欺人太甚啊！又怎么了？姐姐她借着此次由头，将我的首饰都占为己有了。什么？楼主，喝药吧。忙着呢，一会儿喝。楼主，您是烧糊涂了吧？怎么还画起了和那郑元和的情话，还给他写情诗？你说，如果一个逆贼头子不对抓他的太子恨之入骨，反而对他卑微深情，大家会怎么想？要么是觉得太子魅力无边，能让敌人倾倒；要么就是他跟楼主根本早有勾结。
我明白了，楼主，你是想让皇上猜忌太子？对，这皇帝那么多疑，这郑元赫越是狡辩跟我没有关系，就越显得欲盖弥彰。一会儿九竹来，让他把这些诗画拿去大量的印刷，然后拿到文人茶楼全散出去。明白，楼主。只有这个王八蛋，把他按在府里不出来，老娘才能专心赚钱。哼，郑元赫，你看我不恶心死你！楼主，还在睡觉？什么时候？真的是好吃懒做。潘阳，老娘今天心情不好，有事儿说事儿，没事儿出去。贱人，你还敢！姐姐，你最近肯定是太辛苦了，是该多休息休息。我让人送些补品过来。这黄鼠狼给鸡拜年，你又想什么坏招呢？姐姐可是误会我了。你身体不舒服，咱家的产业总得有人看着吧？潘郎现在正受太子重用，这种关键时刻更得加把劲儿。姐姐，你呢就在这个文记上画个押，我帮你暂管产业。老娘是生病了，不是马上就要嘎了。你们那吃穿用度哪一个不是我挣出来的？这生意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给我出去！别蹬鼻子上脸！你今天就把牙给我花了，要不然老子弄死你！你干什么？放手！起开！你是谁啊？山姆。想抢我的产业？不是抢，咱们是一家人。我是想帮姐姐的忙。李慕言，就算我今天签了这份转让文契，你也不可能拿到这些产业。我现在没有精力跟你小打小闹，今天就让你们看看，这些产业是靠我，还是靠那几张破纸。王家、白家、吴家、赵家，还有这些掌柜，咱家的产业何时有了如此势力啊？本将军现在是太子身边的红人，还能怕几个商人不成？今日定要让你取代李晶晶，获取他的所有产业。来了。李掌柜，今日召我等前来，是何要事啊？李慕言想执掌我名下的产业，和你们合作，不知各位意下如何？那不行啊，我们只认李掌柜您呐。若是东家易主，这合作不谈也罢。是，白掌柜，我也懂经商之道，绝不比李青青差。有本将军罩着，还能让你们吃亏啊？你一个训练士兵的教头，整天把将军挂在嘴边，不嫌丢人吗？说什么？谁不知道你为了巴结太子殿下，整日当狗啊？啊！就是，这大庸生意之道，乃是二皇子主管，太子殿下也无权过问。你贼，都是你贼！我这就上报太子殿下，把你们这些逆贼的狗头都砍了。
你攀岩好大的官威啊！要不要连本殿下的脑袋一起拿了？见过殿下。见过二殿下。见过二殿下。不是二殿下，这些人仗着前世要夺我潘家产业。你们的产业啊？那是青青姑娘和本殿下的东西。什么？还有，望氏楼在其中也占了不少比例。望氏楼，我就说潘阳是狗吧，你们看还叫上了。敢惹青青小姐，现在给我滚到大理寺去领30大板，听懂了吗？殿下，我没犯什么错误。那又如何？不去也行，狗命留下。知道了，殿下，我这就去。牧野妹妹，夫妻应属同林鸟，你不去吗？姐姐，是潘郎他30大板和挨本殿下一刀。你自己选。民女知错了，可是民女有孕在身。那就抽金条。啊，是，多谢殿下。哎呀，来，走。青青姑娘，这是我在大街上看到的，应当是大哥的挑拨离间。你说的没错，确实是挑拨离间。太子，你有何话说？这些细节，望氏楼主怎会知道？他一直在监视青青，不能让青青危险。父皇，定是望氏楼主的离间之计。那为何全京城都在传你与那楼主的流言？都是子虚乌有的流言罢了，儿臣定查清楚。太子，你应该好好管理自己的言行，即便是流言，也足以见得你处事不力，约束不严。如有下次，朕必严惩不贷。是。你先退下吧。父皇，那望氏楼主实在胆大包天，竟敢陷害大哥。父皇现在为何不派人把大哥保护起来？自从大哥接手望氏楼的事务之后，经常在望氏楼忙到半夜。万一望氏楼楼主趁着大哥不备对他下手，又该如何？太子经常去望氏楼。是啊。那可是反贼望氏楼主窝藏之地。殿下，暗中派人保护青青，他身边恐有危险。是。那望氏楼主那边，秋后的蚂蚱，蹦跶不了几天了。你派人去找青青身边的人，就说姑要见他。就在望氏楼，就说姑有一笔买卖要跟他谈。是。既然小花豹关不住你，那就别怪我心狠。哼！殿下，殿下今日找我来，可是有事？看看这个新弩，我在原来的基础上
加了联动赎金，上弦可省力30%，可连发30。能连发的弩，诸葛连弩都能做出来，这货的手作天赋简直拉满。说此弩能量产，对我边防大有裨益。兵部准备新造一批弩，我听闻你家就有木材产业。木材订单，这可是大买卖。之前捣毁了那么多生意，正愁没钱，用他的手艺赚回来，这波不亏。本来就是他欠我的。为边防效力，那臣妇却之不恭了。只是这合作事宜，咱们还得细化。郭可教你连弩的制作之法，你我合作，所得利润，你8我2。居然只要2成，他到底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？这毕竟兹事体大，殿下把这么重要的事交给我，那陛下对您可会有意见？无妨，不过连跪3日而已。是啊，太子殿下为了力保潘夫人您，在朝堂上被二皇子攻击，差点连司察院的监管权都交出去了。长林，他可会为我有一丝感动。唉，可惜了，这阴货带着司察院天天毁我产业，没了最好。唉，臣妇不知殿下为我受罚，真是惭愧。无妨。怎么就只是罚跪啊？这货只要不死，我赚钱大计就得多灾多难。想杀，好像现在就有个机会。什么机会？这么轻易就能做掉他，这阴货是不是在给我挖坑啊？算了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每只都能中使唤。除了日常练习准头，上弦也有技巧。你看，这里有一个小凸起，你把手指放在这儿，拉弦，这样不仅无声，而且更快，事无虚发。融化了冬雪，惊鸿一瞥，抵过千言。瞬息之间，便可一击毙命。命运妄图让我们擦肩，我偏遥远了。这样，就算遇到危险，他应该也能自保了吧？这好厉害啊！还有别的一击致命的招吗？有啊，日后姑慢慢教你。谢殿下，我一定会好好学的，到时全用来杀你。他终于肯让我亲近了。你的笑颜就是最动人的诗篇，爱已不轻易告别。老二怎么还不来？气氛这么暧昧，老娘一会儿要吃亏了呀！禁军在此，王氏楼余孽，给我出来！臣妇私下与殿下见面已是僭越，现在又被说是望氏楼的党羽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皇兄，你怎会在此？此处已被姑买作为私宅，你们不知道吗？太子殿下，我们收到密报，说是楼主今日会出现在此，殿下可曾见到？哎，
魏统领，我想这事儿其中肯定有误会。殿下怀中女子是谁？为何躲躲藏藏不敢示人？别担心。魏统领这是要查姑，我既受皇命，就得查个清楚。放肆！太子殿下的事，也是你个小小的禁军统领可以过问的。魏统领向来是这脾气，大哥，你也是知道的。这姑娘和此事没关系，先放她走。姑自然会回宫里与父皇解释清楚。解释个锤子！你老爹只会更怀疑你。臭东西，有本楼主亲自写的纸条，这下还不把你按死在家里？成了吗，楼主？当然了，记得跟老二说，那边处理完了，让他来工房找我。好。哇，有了这些发明，又可以挣大钱了。太子，你该如何解释？儿臣问心无愧。儿臣早已将望氏楼买下，作为自己的私宅。那个女子也并不是什么可疑之人，那为何又遮遮掩掩？儿臣不喜他人窥视自己的女人。皇兄，你这理由也太牵强了吧？本来我是不相信市井传闻的，现在我倒是要怀疑了。况且，你这身上的味道和楼主的极为相似。你找死！这是何物？魏石墨望氏楼愿以全部武器为交换，助太子殿下登至高之位，望太子殿下放我一条生路。父皇，这是楼主的真迹啊！呈上来。太子，你还如何解释？分明是有奸人想陷害儿臣，方才故意将纸条趁机塞入儿臣的怀中。皇兄，你这话是何意思啊？你是说我陷害你？父皇，你也看到了，我刚刚连皇兄的衣角都没有摸到。太子御前失仪，罚禁足1月，其司察院也封禁1月。是。跳梁小丑，也就只会用这些上不得台面的手段。他和你在勾结，也只不过是轻飘飘一句禁足。父皇的心果真是偏的。楼主，人带到了。我说你竟然有这么多军事装备！不赶你打听的别瞎问啊！那疑惑太子嘎了吗？楼主的方法果然奏效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皇兄与司察院都不会再来烦您的心了。可惜我的望氏豹，还有那些来不及搬走的银子，想到我就心痛。
楼主带我赚钱，却因我屡次卷入险境，元昭心中实在愧疚难安。所以，楼主，接下来的新生意，一切本金由元昭来出。这里有50万两银票，还有张闹市商铺的地契。元昭愿为楼主接下来的新基业尽一份绵薄之力。问楼主没白疼你呀。那这个就作为你入股新项目的资金，赚到的利润分你30%。听楼主的话，已经知道下一步要做何了。那个阴货以为就此能打倒我，老娘可是打不死的小强。我的新目标，钱庄。楼主是想打劫钱庄？好主意。我是说要开钱庄。存款要收费，借贷利滚利，这哪是钱庄啊？根本是坐着就能下金蛋的走地鸡。而且咱们还有武力值 max 的死士，这别人怕劫标坏账，我可不怕。保险起见，你就做这钱庄明面上的掌柜。一切都听楼主的，楼主说什么，元昭便做什么。小东西，怪招人稀罕。行，蒙上已经送回去。是楼主，你等一下。插出去。你这。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钱庄的名声打出去。既然旺世报用不了了，我们就用这个。九竹，你呢？带你兄弟把这些小广告挨家挨户的塞到他们的门缝里，然后再用这个办，见墙就盖，见地就印。我是杀手。你格局打开啊！这公司都要倒闭了，你还挑活干？这波雄起之后，我升你做旺世楼的 CFO， 管钱的总负责人。如果你食言，我杀了你。就知道杀杀杀。还存钱反厚利，这白送钱的法子都能想得出来，那女人该不会是疯了吧？为了 CFO， 堂堂第一杀手，全干这事儿。为了招揽客人，这死女人居然把我弄成这样！哎，姑娘，你们钱庄存钱反厚利可是真的啊？你杀！这人怎么这么凶啊？存银100，年增3两，白纸黑字，到期兑现。你瞎吗你？站好！干什么？来！贵人钱庄开业大福利啊！存银不仅不收费，还赠送真金白银，存100两，还你们103两。就是说我存100两，什么都不做，1年后就能有103两。没错，而且我们东家乃是当今2皇子殿下，保证概不拖欠，如有违规，大理寺会亲自处置的。这可是大好事，真好为咱们又不给钱庄保管费用，真好。不是钱财放在家里，又怕被小偷惦记。
哎呀，这不就白给了吗？不存白不存，我存。排队啊！好队！来，客官里面请。我存300两。来，里面请。我存500两。我才，你别插队！我去，九竹，你干什么呀？这是。照这个速度，我的小目标指日可待。楼主，这存钱的百姓从这儿都要排到街尾了。我算了一下，今天咱们收入的钱，1年以后的利息倒贴出去不少啊。这生意当真能做？我问你啊，这普通百姓把钱存在钱庄里，他会明天就取出来吗？那是不会，大多数存钱的都是买房置地、儿女婚嫁的积蓄，存个1年半载，倒也是常事。那这些钱躺在我们钱庄里睡觉的时候，我们能干什么呢？楼主的意思是，钱生钱？孺子可教。我常想，楼主到底是哪来这么多惊世绝妙的点子？难不成真是天外来客？这货开预言家技能了？我倒听闻，皇兄马上就快解禁了，也不知道咱们的钱庄能开到什么时候。那瘟神要是出来，我们还有好日子过吗？我得想办法让他继续关禁闭。送给你。这弩虽然小，但是3步之内便可射杀1人。多谢殿下赏赐。青青喜欢这些小玩意儿，趁这个机会多做一些给他防身。你竟敢出现在这里！殿下，往事楼主。